如果你有1.92米的身高，你会选择哪项运动？篮球、排球还是游泳？这些运动的运动员往往需要身高优势才能更具竞争力。然而，在足球场上，1.92米的身高可能意味着盘带笨拙、速度受限，因此大多数这类球员都会成为守门员，凭借长臂展完成扑救。但总会有一些人打破常理，展现出非凡的天赋。现在在纽卡斯尔的瑞典神锋亚历山大·伊萨克就是这样一位球员。他有着1.92米的身高，却也有着敏捷的盘带和超快的爆发速度。曾经是难民的他，是怎么成为欧洲足坛闪耀的星星的？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伊萨克出生在瑞典的索尔纳，这座城市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郊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中国广州的天河区，既靠近市中心，又具备完善的生活设施和较浓厚的足球氛围。或许你会好奇，瑞典大多数人口都是白人，那为什么伊萨克的皮肤是黑色的呢？事实上，他的祖籍并不是在瑞典，而是在非洲东北部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在1998年到2000年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边境战争，战火蔓延至全国，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伊萨克的父母正是为了逃避战乱，选择前往瑞典这片对难民相对友好的国度，并最终在索尔纳定居了下来，开启了新的生活。也正是在那里，伊萨克出生了。尽管他血统来自厄立特里亚，但他从小在瑞典长大，经受当地的文化熏陶，可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瑞典人。伊萨克的童年充满了街头足球的快乐，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和朋友们在社区的小场地踢球，而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踢球经历，培养了他对足球的浓厚兴趣。6岁时，他正式加入了索尔纳当地最大的俱乐部——索尔纳 AIK 俱乐部，成为这家俱乐部的青训球员。巧合的是，索尔纳的训练基地距离他家并不远，他甚至可以步行前往，这让他几乎每天都能投入到训练当中，从小便在职业化环境中成长。与此同时，他的父母在异国他乡拼命的工作，为了养活伊萨克和他的兄弟姐妹。这种家庭环境深深地影响到了伊萨克，使他从小就懂得珍惜机会，无论是在青训营训练，还是在学校学习，他都展现出超会同龄人的刻苦精神。15岁那年，他已经得到俱乐部的认可，并被破例允许与索纳一线队的球员一起训练。仅仅1年之后，16岁的他便签下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合同，合同期为3年。他正式的成为索纳俱乐部的一名职业球员。在2016年一场瑞典杯比赛中，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正式首秀。那场比赛，他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并迅速的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凭借这粒进球，他不仅为球队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同时也创造了索纳俱乐部的历史，成为队史最年轻的出场球员。这一刻也标志着他的职业生涯正式拉开序幕。在16到17赛季的瑞典超级联赛中，年仅17岁伊萨克多次以首发身份代表俱乐部出场联赛，并逐渐展现出过人的实力和潜力。在瑞超第23轮比赛里，索尔纳迎来了尤尔加登的关键对决，伊萨克再次获得首发出场的机会。上半场第15分钟，他在右路接到队友的直塞传球后，迅速带球突破防守球员进入禁区，随后冷静地推射远角，精准地将足球送入球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优势。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时，索尔纳再次组织其有效的进攻，队友在右路精准起球传中，伊萨克准确地判断落点后，在球门左侧高高跃起头球攻门，再次成功的破网，完美地完成了梅开2度的精彩表现。这2颗进球帮助索尔纳以2-0稳稳的领先，球队也因此最终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结束后，队友们对他精彩表现赞叹不已，甚至称他为瑞典的新伊布。仅仅用了1个赛季的时间，年仅17岁伊萨克并迅速引起了欧洲球队皇马和多特球团的关注。当时财力雄厚的皇马毫不犹豫地向索尔纳俱乐部开出了一份非常高额的转会报价，因为他们相信多特绝不可能出得起如此高昂的转会费。当皇马以为这笔交易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伊萨克本人却做出了一个令他们想象不到的决定。在面对来自2家顶级俱乐部的邀请时，
伊萨克和他家人表现非常的谨慎，因为他们必须仔细考虑伊萨克的未来和职业发展的路径。毕竟选择加盟皇马意味着他必须与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去争夺宝贵的首发位置，更何况当时的皇马锋线上拥有 C 罗、本泽马和贝尔这样的超级巨星，年轻的伊萨克几乎不可能轻易得到稳定的上场机会。然而，多特这家德国俱乐部却以善于培养年轻球员著称，愿意给年轻新秀更多的出场机会和发展空间。因此，在经过谨慎的思考和详细的权衡之后，伊萨克的家人坚定地认为加盟多特才是最符合伊萨克长期职业发展的选择。最终，伊萨克果断拒绝了皇马提出的邀请，选择加盟更适合年轻球员成长的多特蒙德。然而，伊萨克没有预料到的是，在正式签约多特之后的275天时间里，他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与信任。他仅在德国杯的比赛中获得2次的出场机会，而在德甲联赛中更是始终未能获得哪怕1分钟的出场时间。恐怕连伊萨克自己也没有想到，选择多特这家以重视年轻球员而闻名的球队，竟然让他坐上了漫长而又煎熬的冷板凳。当时球队主教练图赫尔根本不给伊萨克展示自我的机会，这让原本对德甲联赛充满无限期待伊萨克感到现实格外的残酷。至于为何多特不给他机会却选择签下他，主教练图赫尔解释道：关于伊萨克的转会，我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这完全是俱乐部高层的决定。如果继续在多特坐板凳，没有稳定的出场机会，他的竞技状态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越来越差。因此，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比赛锻炼机会，在18到19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开启之后，他被俱乐部租约到荷甲联赛威廉2世俱乐部。在德甲联赛迟迟得不到出场机会的伊萨克，在来到荷甲联赛之后，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和爆发期。在为威廉2世出场的16场比赛中，有15场是首发出场，表现非常的稳定。在联赛第25轮比赛里，伊萨克开场仅是以13分钟，就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用腹部将球撞进球门，取得了该场比赛第1个进球，为球队取得领先的优势。紧接着在比赛第22分钟，他又敏锐地抓住对方后卫的失误，迅速抢断得球后轻轻推射破门，成功上演梅开2度的好戏。在随后的联赛第27轮比赛里，威廉2世一场比赛竟获得3次点球的机会，而这3颗点球全部由伊萨克主罚，并且3次主罚全部精准命中，他也因此完成了一次罕见的点球帽子戏法。租借期间，他在前12场比赛中便攻入了12颗进球，这样高效进球纪录甚至连伊布、大罗、苏亚雷斯这些前锋也从未在荷甲创造过，而伊萨克却在短短的半个赛季就完成了。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帮助球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让许多欧洲顶级豪门俱乐部重新注意到他的潜力与价值。荷甲联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威廉2世的主场球迷对伊萨克为球队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感谢。尽管他仅仅在这里效力了半个赛季，但球迷们依然非常的喜欢他。他们在看台赛不断高唱他的名字，并且还特意高高举他祖籍国家厄立特里亚的国旗，以表达对这位年轻前锋的支持与喜爱。荷甲赛季结束后，他回到了多特蒙德，但此时他已经对这家俱乐部彻底心灰意冷，他也不想再花更多的时间留在一家并不重视自己，也无法给他足够机会的俱乐部中。因此，只要有其他球队愿意提出报价，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多特。终于在19到20赛季夏季转会窗口刚刚开启时，西甲皇家社会就迅速表达了对他的兴趣，并正式发出了转会邀请。他们希望以700万欧元的价格签下伊萨克。多特方面显然没有犹豫，爽快答应了皇家社会的报价。不过，他们在转会合同中附带了一条特殊的回购条款。这条条款的规定是，允许多特蒙德俱乐部在未来以3000万欧元的价格回购伊萨克。这一特殊条款的存在充分说明，多特蒙德其实依旧认可伊萨克所具备的足球天赋。然而，即便将来多特蒙德真的触发了这一回购条款，他估计也不再愿意回到这家曾经让他失望过的俱乐部了。伊萨克由于年少成名，很早就成为瑞典各个年龄段青年国家队的常客。然而，直到2019年，他才首次正式入选瑞典成年国家队的阵容。而他在成年国家队的第1个进球出现在2020年进行的一场欧洲杯预选赛当中。
在那场对阵马耳他的比赛里，他成功攻入全场比赛第3个进球，帮助瑞典队顺利战胜了对手，同时也确保瑞典顺利取得参加欧洲杯决赛圈的资格。他的出色表现使他顺理成章地入选参加欧洲杯正赛的26人大名单，这也意味着他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披上瑞典国家队的战袍，登上国际大赛的舞台。在随后的欧洲杯正赛中，他常常都是以主力球员身份登场，不仅帮助瑞典队顺利闯进16强淘汰赛，还在比赛中送出2次关键的助攻。在西甲第1个赛季，伊萨克还没能完全成为皇家社会队中的主力球员。整个赛季，他一共代表球队在各项赛事出场了37次，他其中只有14场比赛是以首发身份出场，其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是球队进攻线上一个轮换的替补角色。然而，即使在这种有限的出场时间之内，他依旧展现出自己的高效表现和出色得分能力。整个赛季的比赛下来，他共为球队打进了9个宝贵的进球。这个赛季结束后，英超豪门阿森纳对伊萨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签下他。但是皇家社会并不愿意轻易地放走这名极具潜力的年轻前锋，他们与伊萨克设定了一笔非常高的解约金。这笔高额解约金使得阿森纳望而却步，这次潜在的转会交易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西甲的第2个赛季，伊萨克逐渐展现出此前在荷甲联赛时的那种状态，他逐渐赢得了主教练的更多信任，也开始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赛季的上半程，伊萨克开始频繁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虽然这段时间他偶尔能贡献一些精彩的助攻，但在进攻方面却表现并不算突出。不过，从赛季下半程开始，伊萨克仿佛重新找回了昔日的进球状态。他的爆发在联赛第22轮对战卡迪斯的比赛中，那场比赛他仅用6分钟时间便连续攻入2球，上演了自己在西甲联赛的首次梅开二度，并帮助皇家社会以4比1大比分击败了对手。在随后的第24轮的比赛中，面对阿拉维斯，他更是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在第37轮对阵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伊萨克再次完成了梅开二度的表现，帮助球队再次取得了一场大胜。凭借在联赛下半程的强势爆发，他整个赛季在联赛中的进球数达到17个，位列当赛季的西甲射手榜第6位。与此同时，伊萨克的火热竞技状态也延续到了球队参加的国王杯赛事中。皇家社会在19到20赛季一路过关斩将，成功闯进了当赛季的国王杯决赛。这场决赛原本安排在2020年的3月份举行，但受到疫情严重的影响，比赛最终被迫推迟至2021年的4月份才进行。在这场关键决赛中，尽管伊萨克本人并未获得进球，但作为球队的首发前锋，他始终在进攻端积极的拼抢，不断为队友创造进球的机会，努力为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最终，皇家社会在这场艰难的比赛中以1比0险胜老牌劲旅毕尔巴竞技，成功的夺取了这种国王杯的冠军奖杯。这也结束了俱乐部长达几十年未能获得冠军的历史。他一共为皇家社会效力了1171天。在效力期间，总共为球队打进了33个进球。虽然当时他的合同还有2年才到期，但英超联赛的纽卡斯尔俱乐部却迫切地想将他签下。当时他的市场身价大约为4500万欧元，而皇家社会却坚持要收到至少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才肯放走这位当家前锋。如果换作以前，纽卡斯尔恐怕很难想象自己会为一名球员支付那么高的转会费。但在2021年，纽卡斯尔俱乐部被沙特财团成功收购，这位沙特新老板的个人财富高达3200亿英镑。要知道，英超的曼城俱乐部当年正是因为得到了阿联酋财团的巨额投资，才从一支普通的小俱乐部迅速跻身于欧洲豪门的行列。因此，当沙特财团入驻纽卡斯尔之后，这位新老板也立志要将纽卡斯尔打造成下一个英超联赛的豪门。这也给了俱乐部高层在转会市场上豪抛巨资购买高水平球员的巨大信心和底气。除了俱乐部背后的强大资金支持之外，纽卡斯尔锋线上原本是拥有主力前锋威尔逊的，但是威尔逊长期的伤病以及经济状态的不稳定，难以满足俱乐部争夺更高排名的要求。这也使得球队高层迫切希望引进一名更年轻、更稳定、更有潜力的前锋。所以在22到23赛季，纽卡斯尔俱乐部毫不犹豫地以7000万欧元的高昂价格，正式从皇家社会签下了当时年仅22岁的伊萨克。伊萨克在英超联赛首个赛季开局并不顺利，俱乐部花那么多钱高额引进他，自然对他的表现给予了极大的期望。而纽卡斯尔球迷也迫切希望他能够迅速融入球队，帮助球队在联赛中赢得更多的比赛胜利。但不幸的是，在联赛第7轮纽卡斯尔对阵伯尔茅斯的比赛中，伊萨克虽然首发并且打满了全场比赛，还攻入了1颗进球，
但比赛结束后，他就感到自己的脚跟腱不舒服。经过队医的仔细检查和确认之后，他被迫不得不接受长达3个月的伤病和休养期。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3个月中，他将至少缺席球队多达16场的比赛。这无疑对他本人以及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伤愈归队之后，伊萨克很快迎来自己在英超联赛的高光表现。在英超联赛第28轮纽卡斯尔对战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中，他比赛的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决定性的作用，分别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补时阶段各攻入1颗进球。其中下半场第2颗进球尤为重要，那颗进球是他亲自主罚的点球，并且是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的绝杀进球。最终纽卡斯尔凭借他的梅开二度，以2-1成功实现逆转，赢下了这场关键比赛的胜利。他在1个月内参加了3场比赛里面攻入了3颗进球，成功当选了2023年3月份的英超最佳球员。这段出色的表现也帮助纽卡斯尔在那个赛季最终获得了联赛第4名的好成绩，也赢得了参加下赛季欧冠联赛的资格。23到24赛季开始不久之后，伊萨克又不幸遭遇了心理伤病困扰。这一次他因为腹股沟的伤势而不得不休息长达1个月的时间，但这次短暂受伤并未对他的竞技状态产生负面的影响。伤愈回归赛场后，他迅速找回了此前的出色比赛状态，甚至表现得比3个赛季更加稳定。这主要由于他已经彻底适应并熟悉了英超联赛的比赛节奏和激烈程度，因此能够在比赛中更加游刃有余。整个赛季下来，他一共代表纽卡斯尔俱乐部出场了30场比赛，其中有27场比赛都是以首发球员身份登场。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在这个赛季的进球数筹是超过了20个，成为历史上第1位单赛季在英超联赛攻入超过20球的瑞典球员。许多人都认为伊萨克将会成为瑞典传奇前锋伊布的接班人，因为他们两人的身高十分相似，并且都拥有出色的盘带技巧和出众的进球终结能力。然而，在我个人看来，他们两人虽然表面上非常的相似，但在内在气质和球风方面却截然不同。伊布在球场上的风格更比较个人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利己主义。他习惯于让整支球队为自己服务，一旦球队里出现比他更出色或更受关注的球员，他往往就会选择离开这家俱乐部。但伊萨克的性格与踢球风格却与伊布完全相反，他更注重团队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时候把球队整体的利益放在个人表现之前。而且伊萨克的性格相当谦虚、低调、沉稳而内敛，他并不喜欢和其他球员做比较，而是更在意自己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让自己感到舒适与快乐，朋友们在一起是否融洽和开心。曾经有一位主持人这样问他：足球一直都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吗？伊萨克听到问题后回答说：我确实很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运动，但足球对我来说更加特殊，它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与朋友们建立友谊的桥梁与纽带。不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学校，只要我身边的朋友们在踢足球，我就一定会参与其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在踢足球的原因。伊萨克的父母为人非常谦逊，并且总是以礼貌和尊重态度对待他人。在这样家庭氛围长期熏陶下，伊萨克也养成了为人低调谦逊、做事稳重的品格。因为这样的性格特质，才能帮助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他英超生涯还在继续，现在还在进行的24到25赛季英超联赛，他已经打进了19个进球和5个助攻，而今年他才25岁。未来的他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伊萨克的人物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